好，我们来讲到国际间哈，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态势呢？在南海这一边一直在讲中菲之间对垒，但菲律宾现在可能自己里面先闹起来。但你来看到的是，现在内战竟然出现在菲律宾，主要呢就是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地直接呛瞎啦，就是呢他的大本营明达纳尔岛说啊，现在不然呢这边让他独立嘛，所以他们自己的国安顾问直接讲的，你要是敢真的这样子做的话，哇，那不得了，我们就是武力镇压。里面呢已经开始直接的在讲，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其实啦，对于修宪他们内部的一些政治局势，包括了政治版图分配的问题。里面有一些在争吵，在中菲之间呢，则是仁爱暗杀这一件事情还是持续的在闹。中国海军就直接讲啦，说你们要真的敢来的话，我们就是全程跟监，还有管控，送民生物资当然可以嘛，但是如果你要送的一些，比如说建筑建材啦，或者是跟军事有关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了。截到目前为止南海这一边大家还是在看势力的消长。有一个讲法是说，南华早报的报道，中方呢为了来彰显他们对于南海主权的主张，在英语提及主权争议的岛屿还有礁石的时候，其实开始改用汉语拼音来取代原本的翻译，表示什么？表示黑温内，所以要用我们的方式来称呼这个地方。而到现在呢，菲律宾这边呢，则是持续的也要表明他们其实没有退让，毕竟美国老大哥在后面看着呢。现在说要开始来买潜舰，而且呢，这个小马可是还说不止一艘，哇，表示之后他们海军的实力会大大的增加。真的是这样吗？因为其实在这一次菲律宾这边呢，他们其实有进行所谓的相关的军演。那另一个层面呢，则是在美国、日本现在也开始在进行模拟军演。这一回呢，还把澳洲通通都纳进来了，甚至呢，夏威夷、日本很多地方都在进行指挥管制演练。放大来想，就是印太地区，目标就是大陆，就是对岸。而现在呢，他们也开始有很多大型平台舰艇在海空联合操演，所以呢，在中方这边，当然人家都已经说是剑指你了，你就必须要有所回敬。看到了2天有3艘的航舰赶到太平洋这边来进行观察，包括了电子侦察，包括了飞弹驱逐护卫舰，通通都来了。也就是你来什么，我会有什么来作为回应。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怕的是什么？他们其实怕的是航母杀手啊！美国海军高层就直接讲了，对他们的航母是绝对有信心，但是也必须要承认他们的反舰飞弹，包括鹰击21，对于他们来说，确实还是心里面会有所顾忌的。特别是呢，现在一直听到福建舰即将海试，央视现在呢又看到他们在对福建舰进行报道，那是表示下一阶段快进了，因为呢，他报道了福建的航母，说讲的是侧面全身。前几天呢，其实就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侧面的全身，还开始在讲它的旋翼等等，是不是跟先前的设计不一样？那有什么可能比美国更厉害的地方？这样一个报道，马上网上热搜之外，大家也开始在看它上面的舰载机到底放的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呢，在舰尾的地方呢，大家看到说放了一个折起机翼的舰载机型，那是不是表示之后呢，他们其实在测试升降一次能够放几架？表示它的量能、它的军力，每一次有多少可以升空，或者是它的速度更新可以有多快，这一些都跟能量、作战能量有关系了。在春节之前呢，习近平也参观了平津战役的纪念馆，强调战争胜利会靠后勤。这一切也表示着他们其实呢，在内部对于解放军等等的一些共识或者是一些要求，很明确的就是不能松，螺丝必须拴紧。但也要请教亮哥了，您怎么样来看？因为其实呢，在现在对于中方来说，整个南海目前看起来好像就是菲律宾，而菲律宾现在传出的是可能会有内战压力。这个主要是修宪因为小马可是想要修宪，那修宪的结果他就可以再选一次，那等于你可以再当6年那杜特地当然要提出抗议因为他女儿是副总统而且大家的默契本来下次就轮到他女儿要选因为菲律宾总统是不能连任的，跟韩国一样所以你如果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敢这样走，那我就独立给你看啊。不是说我现在就要独立了。坦白讲，这个一定要真的小马可是敢这样走下去。你如果真的推动修宪，那就引起宪政风暴嘛。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要讲内战了，内战是最后的结果了。就是我就用民党那和独立来跟你对抗嘛，是这个意思啊。那是不是会走到那一步不一定啊。我才不相信小马可是敢修宪，这个有点类似我们那个李登辉总统那时候不是传出一个争议吗？苏南成不是本来要在国民大会修宪，那时候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啊。这个没有那么容易了，这个反正他们两个本来就不合嘛，而且大家的默契就是他的女儿当副总统，所以呢，我们还是有合作的默契。除了这个对中对美的外交策略有所不同之外，那其他还有合作的空间。是，可是现在菲律宾内部确实这种声音越来越多，因为去年1月。小马可斯是第一个抢头香去访问北京的嘛？对，而且那个时候，中国跟菲律宾也签了很多经贸的协议嘛，结果到现在没有一项落实的，1年呢。那在这1年当中，他们看到了很多项目啊，比如说看到印尼的那个亚万高铁通车啊，看到中国跟越南已经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峰啊，经济上的合作。那当然就会有一些人抱怨了，说你小马可是到底在干什么？明明你是第一个抢头香，去年1月就签了，结果一下搞仁爱礁，一下搞黄岩岛，那边绕来绕去，那菲律宾也不可能达成目的，那你就是要补给那艘破船嘛，那给粮食跟水啊，结果是菲律宾是得到什么？所以就有点感觉就是你是配合美国。设定的戏码在玩那菲律宾的利益是什么？所以这种声音事实上不是只有杜特地，是包括菲律宾的商界因为我有去注意菲律宾的报纸是菲律宾的一些比较资深的评论员，还有比如说偏企业界的，像马尼拉时报，都在批评小马可斯，就觉得你到底在干什么呢？你对菲律宾起码做点正事吧。所以我觉得是从那边延伸过来的。是，那你成果几乎是乏善可陈，竟然还敢要修宪，这谁受得了啊？所以杜特地就跳出来了。我认为这个不会有真的冲突啦，可是就是让这些议题就是浮上台面，那大家好好辩论辩论这样。是，那也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了哈？原因是因为在现在呢，美日也开始在近一段期间很多次的军演都在一起，那当然呢，舰彼此你有的我有的，通通开出来一起操练，海空全部来了，所以中方这边也有所回应，特别是大家现在也看到福建舰又开始登上热搜。美日的军演，这一次的军演是2年1次的一个军演，对，那一次实兵，一次是这个沙盘推演这次是沙盘推演，那预估在明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进行实兵演练了。这次的沙盘推演就是明显的假想敌已经界定就是中国大陆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现在的这种电脑兵推里面，就是以中国大陆现有的军力，例如说北部战区、东部战区，那么以东部战区为主的现有的兵力，跟美日的联军，如果说一旦台湾有事，美日联军那么介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进行这样的一个兵推。那兵推结束以后，演练完了以后，那明年他们就开始进行实兵演练，这个很针对性。那既然是很针对性，对大陆来讲，当然就释放出很明确的讯号了。那也就是说，你不能排除美日介入的可能性了。那因此，中国大陆的军队的建军跟准备作战的一个方式，那就势必要去思考，就是直接跟美日直接交战了，因为美国如果介入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2国之间的交战，也就是中美的交战。中美的交战，中国大陆不会让战场只是在东海这个地区。一旦是中美交战，对大陆来说就会思考你会不会攻击到我本土。那你美国如果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攻击到我本土的话，那我也有可能会直接攻击日本的本土，那就变成日本就卷入整个战争。那日本卷入战争的时候，美国跟日本的协防条约，
那如果美国的武力攻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大陆当然也会直接攻打美国的本土。可是问题就在于，如果常规武器来打美国的本土，基本上来讲效果不大，成本高，但是产生的伤害性不大。但是如果美国利用这个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或是在亚洲，例如说关岛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本土实施攻击的话，那中国大陆势必要反击跟报复。那常规武力我们刚刚讲的效果并不大，成本又高，那当然就会使用核武的问题。那2个核武大国会不会一下子升级起来？这个也不是美国人所能够承受的，大陆也很难承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双方的未来的兵演会怎么去推？我想美国也在思考，他也会考虑战争的我们讲的恶性的螺旋。如果一旦失控，但是怎么可能中国大陆本土被你攻击以后我不反击？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假设双方有默契，就是说都不以对方为本土为打的话，那就在海外的这些两方的军舰来互打。可是如果两方的军舰来互打，那你对于他的后勤跟他的基地攻不攻击，这又不是说你说了算。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的错综复杂性，我认为以美国人的小脑袋他算不出来。因为美国目前来讲，现阶段的美国没有战略家，而且都是一群军事智能比较低的人，那所以你看也门的问题搞得越来越大，以哈的问题搞得越来越大，跟伊拉克、伊朗的民兵的问题搞得越来越大。以美国现在的这些将领的水平，坦白说，我的估计是低智能的，水准不高。因为以我在法国读国防研究院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美国的现在的这些军事将领的水平真的是不怎么高，所以我个人坦白说，我的忧虑就比较大了，因为智能不高的人就会比较笨，那比较笨就会有一股莽夫之勇，莽夫之勇常常就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不可毁灭的不可收拾的这种毁灭的后果。我们坦白说，最担心的就是不知轻重的笨人掌握大权，台湾也有可能是这样。好，老师从一个比较战略上面的角度全面的角度来看，但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副司令啊，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福建舰，因为说快要海试了嘛，所以他任何的宣布大家都非常在意。这一回大家看到的是他在侧身照来了之后呢，就看到他后面放了一个舰载机，开始讨论，其实好像又是新的能量、新的量能问题。对，因为这一个是这个福建号的航空母舰，它是第一艘电磁弹射，所以它整个海试的过程要非常的比辽宁、比山东舰要来得久，这是一定的。那它也有这个又是折叠翼，以后它上去的空警的这个我们讲到的空中预警机是我们讲的是定翼机的。它以前的时候在辽宁舰还有山东舰的时候是旋翼，因为它是滑跳，没有办法太重，这个跑道又没有弹射，那只能靠自己的这种的动力起飞，那它就是旋翼。那现在要改为定翼机，定翼机就比较重了。但是定翼机起来的时候，它整个的空域的整个的搜索的范围就广了，作战能力又大了。所以它这个要做这一方面的电磁弹射，这是第一艘。那在这一方面，它要整个的海事还有折叠整个 SOP， 它整个运作的状况，它整个要非常的详细。它整个比如升降，它折叠翼上面最大的容积量是多少？然后弹射的话，这3条电磁弹射系统2条要怎么样去用？然后电压够不够？中压直流电够不够稳定？它都要做出弹射，万一弹射一失败，那个电量不够，飞机直接掉到海里面去，就损失1架。那宁可这样，那宁可谨慎。整个都没有问题了，包含主电力、包含备源电力是彼此能够辅助，立刻接替上去，那这样没问题了。确确实实完全没有问题，才能够真正的实施我们讲的这种实际的演练，然后实际演练完毕之后，才完成初级作战能力而已。整个初级作战能力完毕，整个这走过一遍，完全测试完毕，才能完成全战备。全战备完毕了，才能列入作战序列。所以它整个的程序是很繁琐的，没有我们想象就直接成军了，不是这个样子。另外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小马可斯的这个杜特地的他女儿莎拉杜特地，他当副总统嘛。那副总统可以连任，美国这个菲律宾的宪法第7条讲，总统不能连任6年而已，但是副总统可以连任。那他这个，我认为他这个是民达那个要独立他有这个条件，但是是策略不可行。他是策略，他这个将近10万平方公里，菲律宾总共30万平方公里嘛，
它是占1/3，人口2700万，也占了将近3分，因为菲律宾人口是1亿1000万，条件是够，但是在政治上是不成立的。但是策略，所以杜特地当过总统，他就有很知道这个政治生态，去操纵这个策略，要帮他女儿莎拉杜特地扶上一把，这个先挡住小马可仕，帮这个莎拉杜特地冲一把。所以他爸爸在后面操盘呢，他看的是蛮有眼光的，蛮有这方面的手腕跟技巧，所以看到这是政治策略。好。就听起来姜是老的辣，但等等广告回来，我们就要问了，如果说真的是姜是老的辣的话，那拜登现在在这一局到底还有没有辣度？等等回来说。好，我们讲到了哈，到底现在拜登还辣不辣，够不够辣啊？原因是你要够辣，人家才会怕呢。啊，原因是来看到在伊拉克这边呢，拜登就讲了，如果说呢你们在当地啊伊朗扶植的民兵组织对我们不礼貌，那没关系，你伤我们，我们就会回敬给你。伊拉克呢现在就很生气，说你们所作所为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美国则直接告诉你了，什么违反宪章？上次轰你85个，我们还有下一步呢，这只是第一步。苏利文放狠话，现在开始而已，持续的会打击伊朗相关的组织。那当然啦，伊朗这边就不会软嘛。你看看，除了强烈谴责之外呢，现在莱西也说话了，他们直接讲啦，说乱源是哪里？是你们以色列啊！现在呢，在美国支持之下，对于巴勒斯坦的占领行为进行了种族灭绝，同时呢，也说你们这一些空袭行动是在侵犯伊拉克的主权，你们才是对人家的安全稳定带来灾灭性、灾难性的后果，彼此之间直接对上。另一个层面呢，则是在也门这一边了。好，原因就是因为美英联合轰，一直轰，但是好像没什么用，甚至呢，他们还直接告诉你，你没办法吓到我们的，我们还会以升级对抗升级。伊朗则直接讲了，你别再打了吧，你越打仇恨越深啊，你以为你这样能够吓阻人家吗？还是其实那个冲突那个矛盾是会一再的扩大？因为呢，他们已经直接讲了，说你现在轰我们，我们会升级。其实你也看到他们的举措真的更加大胆，包括了先前呢也有很多的专家都在给美国、英国双方意见。他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们本来呢其实只是打商船，结果现在呢开始打军舰了。你可以看得出来，局势越来越复杂。而且更加大胆，以后可能继续轰下去会更糟糕。到底是在灭油还是在交油？这其实呢，必须要好好思考一下美国的中东政策，你到底有没有办法稳住局势？还是其实呢，你在希望能够国内减少那一些反抗你的声音的同时，其实你让中东这边更乱了。好，一直讲到这边呢，大家都一直在讲，基本上跟选举是脱不了关系的。原因是因为现在以色列的国安部长呢也直接讲了，说你看看物资啊，现在为什么会流向哈马斯？其实呢，某一些层面来说，也是因为你拜登政府的问题啊，你没有全力的支持我们，你去帮忙加萨，所以才会这样嘛，才会让这些物资让哈马斯拿到，才会让战争打不完啊，甚至还直接跟拜登呛虾。如果是川普，就不一样了嘛，你们行动就会截然不同，川普才能够来解决问题，这弦外之音不就是这样吗？川普的讲法是，如果我当选之外，他已经先讲了，俄乌战争，我第一天就马上停止它。加萨这一边，以色列对他释出善意；中方这一边，川普自己说，当选之后呢，要对中国这里征收至少60%的关税。他讲什么？他讲的是说呢，基本上在他任内发起的中美贸易大战，现在呢有可能要再课关税，表示他会更强硬。虽然他直接的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但该硬的地方他不会软。双方在这个地方正式的在比拼，你比较厉害还是我比较厉害？所以呢，拜登怎么接招啊？因为怎么看都是到目前为止，话语权虽然说你是执政党，但好像真的不在你这一边呢。甚至还有人直接讲说呢，你现在常常看起来好像是不讲道理的人，川普呢反而变得气势汹汹。到底有没有办法彼此之间
能够真正变成了平起平坐？毕竟民调上面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拜登已经输给川普了。外交局上还有没有朋友愿意站在川普这边帮他站瞎一下？或者是你真的就是搞不好，旁边也希望赶紧换人做做看？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至少在中东这一局，伊拉克现在因为被炸了嘛，在他的境内，虽然你说炸的不是我，但是就在我的境内，直接告上联合国了。我这告上联合国又没有用，因为任何重大的军事决策都要经过安理会啊，美国就给你否决了啊。事实上，确实有一种传闻呐，说纳坦雅胡就是想把这个以阿战争撑到11月啊，那个时候拜登就败选了，那我的川普就回来了，因为纳坦雅胡跟川普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共和党一定因为他不像民主党有内部分裂嘛。这共和党一定会采取更强势的做法，至少对中东或对伊朗都一样啊。这个我觉得共和党现在就是在扯拜登的后腿了，就是把那个调子拉到最高，说你就是软弱啊、无能啊、没种啊、不敢打伊朗啊之类的了啊，或者你不敢去打也门啊，你就直接登陆嘛，不敢登陆，笑你不敢登陆啊。事实上，他也没有提出任何军事方案啊。是。坦白讲，共和党执政，你敢登陆也门吗？你敢直接打伊朗吗？这个我自己都打个问号了啊，因为那个就是牵涉到国家的地形啊。也门大概你登陆之后，立刻碰到高地，然后一路往上，最高到1000公尺。那伊朗根本就是高原国家，你去打，你一样啊，又碰到高原地形。如果美国可以打伊朗，伊朗可以从1979年存活到现在吗？至少美国1979到现在没有打过伊朗，没有正规跟他作战的，是用伊拉克去跟他打，吃过亏，是啊，吃过亏，是啊，就是，而且伊朗还有一个绝招啊，你如果真要打我，我火大了就把船击沉了，把霍姆兹海峡整个给挡下来，那波湾有1/3的油出不去，世界经济大乱，所以我坦白说，这个共和党的人也知道，可是就吹牛啊，这就选举啊，选举就是这样啊。因为我就看到共和党好几个参议员都说 ，hit Iran， 打伊朗啊，打伊朗啊，这样叫就是有票啊，就是美国选民的水平大家也知道，这没有办法，所以拜登现在真的有点骑虎难下了。我讲白了，伊拉克那些逊尼派的激进组织，还有也门100%反击，他们不会认输的啦，因为他就知道你拜登不敢扩大战争嘛，你扩大你就不用选了，所以我就趁这个时候逼你在伊拉克跟叙利亚要撤军。他们的目的不是以什么巴勒斯坦啊，那太远了，是你给我撤军，因为伊拉克政府已经要求美国撤军了，2500个人啊，那他现在就给你施加压力，然后让美国的老百姓看到有死伤嘛。那美国就会开始讨论嘛，在这里驻军划算吗？因为他的目的都连接到要打伊斯兰国啊，可是伊斯兰国目前没有看到很多恐怖活动啊，对，那你驻军在这里，然后在这边当做人家的箭靶，这样划算吗？因为已经被攻击160几次了，是所以我认为这会引起美国内部舆论的一些动荡啊。那美国事实上你只要撤到沙地阿拉伯啊，撤到阿联酋那边就安全啦，所以我认为这个没有那么快会结束了。是，请教一下赖老师怎么看？没有错，伊朗本土不能打因为打的话后遗症太大了有可能会引爆以色列本身会遭受到伊朗的直接攻击，那也有可能会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直接受到攻击，也有可能这个海峡会被封锁。那英美的邮轮他们本身运油出去的话，那会遭到很大的困难，它的物资运到中东地区也会遭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伊朗本土是不能够打的。是，那伊朗本土不能够打，那怎么对他的国内人民做交代？因为这一次的颜面扫地，对3个美国军人被打死，几十个受伤，而且是直接攻打营区，那这个怎么做交代？那就装模作样，雷声大雨点小，打个样子。
浩浩荡荡的说，我打了80几个军事目标，发射了150枚左右的至少125枚以上的导弹然后所以呢我是这个整个军事的山坡的行动是卓有成效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公布出来的结果是死伤的人数并不多，为什么？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看伊朗的总统跟他们的这个国防部长都已经反映了，对，那这已经是让风险往上升高了。风险升高什么呢？也就是如果说美军设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之前遭到165次左右的攻击，那很明显的是骚扰性的、警告性的攻击，所以没有人死亡，打了165次。没有一次有人死，为什么？很明显的是故意不打人打死嘛。那但是如果说今天伊朗要报复了，那开始对于伊拉克跟在叙利亚的美国的军事基地以有生战力为目标，那就直接打到他的营舍，半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你美国该怎么办？所以我相信美国现在的做法是一方面打得很凶，二方面透过政治人物跟你去进行秘密磋商，说让我维持一下面子，打个样子就好，我们没有要战争升级。所以苏利文多次的放话说，我没有要战争升级，我不会打你伊朗的。你看哪有说还没有动作之前已经告诉你说我不会打你？他说他第5天打是要让你先跑，对，他已经是先告诉你说我要打。而且呢，这些民兵组织也说，我暂时停止活动，我化整为零疏散。是，你看是不是双方都在演一场猴戏？演得很漂亮，演得也很滑稽，但是彼此之间都在演。最有趣的是也门，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我会一直批评说美国现阶段的政府没有军事战略家？也门本来是这个胡塞组织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组织，1万多人呢，很小，然后在国际新闻的版面就是了不起这么大一个版面，现在变成主流版面了。你想想看，那些胡塞的人，每个人的整个线上激素肾上腺素已经亢奋到不行，主流媒体全世界的报道，钱源源不绝的送进来，物资源源不绝的送进来，招兵买马发薪水啊！哎，美国佩服你，佩服你。还有英国啦，赖老师，英国佩服你。其实呢，在这一次真的是彼此之间，确实大家都开始讲，因为过往美国就曾经嘛，私底下有派人去跟伊朗这边先瞧一下说我们是不是大家不要打不要来真的但是态势要拿出来，这个态度要拿出来，请教一下副司令怎么看？对，那个美国在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青年运动的，它都是以远程轰炸代替登陆作战。在伊拉克的也是一样，都是以远程轰炸，看 B1 都是远程轰炸代替登陆，这样子它是避免美军的伤亡。变成这样，伊拉克也看到这一点了，所以伊朗也看到这一点。伊朗看到这一点之后，伊朗我有底气了。这个是个有限的战争，有限度的报复而已。所以你看伊朗它这个气势非常的高，那对伊朗来讲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伊朗是资助这些人，伊朗打的是代理战争，你们就会负责对美国，美国不会打我负责支持你们，那美国对伊朗没有办法，伊朗又控制了荷姆兹海峡的整个海运的安全，全部掌握在伊朗手上，所以现在美国没有办法，那只能说但是你要是有交代啊，那我就轰炸好了。去轰炸这个也门的胡塞，然后今天摧毁了，总共加起来累计摧毁了85个重要的军事设施而已，数量就这样子，对，数量这样，数字要漂亮，因为回去了要报账啊，变成这个样子。好，又这个摧毁了伊朗在伊拉克的这些军事的这些我们讲到游击组织的一些部署，也摧毁了一些，就这样子而已。但是问题是没有办法做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效果非常有限。那这样在伊朗的话，它底气越来越够。我要我今天迎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真学博士郭正亮老师。
大家平安。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23点钟了哈，刚刚告诉大家说呢，在现在也就是这个时刻，画面当中的左手边您看到了韩国瑜已经就定位了，他在立法院里头要开始来主持他第1场的朝野协商。那么在今天这一场会议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三方蓝绿白他们要开始来好好讲一讲，到底什么时候要开议。其实呢，韩国瑜他今天一早就已经先进到立法院，8点50呢，他出现在立法院的时候，其实媒体通通全部堵上去了，就是开始要问他很多问题啊。那他说他今天呢是要先到各个处室去走一走，跟大家拜会一下之后呢，他也开始介绍了他的新的秘书长。只是突然之间，我们又发现怎么有人是这样子下标的？好，这个是谁呢？友台啦哈，友台怎么说？友台说呢，韩国瑜竟然问大家，怎么走啊？他说这一句话，值得一提。那当然呢，很多人就会在下面讲啊，就是说，哇，连怎么走都不知道哦，韩国瑜哦，还当立委哦，可是问题是，说实话，他当立委是20多年前，那他不知道怎么走，因为他先前都是在外面打电话，在协调人事，在拜会请益人士。那所以呢，今天他不知道怎么走，是因为他昨天晚上没有来场勘吧？难不成你希望他常常先有进行这种立院场勘的行程吗？这真的是立委重要的事吗？黑韩国瑜过去呢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那时还闹上了 NCC 呢，因为呢他那个时候在当市长，结果陈其迈呢在当行政院这边的官员来到高雄视察的时候，他是问说，为什么每一次登革热都是从这个里附近爆发的？结果后来呢，绿媒的报道是什么？是说呢，他是问为什么登革热会爆发？这两个前后到底差多少？所以当时呢，这么一件事情也让韩国瑜被很多人骂说，哇，你连为什么登革热爆发都不知道，要问陈其迈，真的草包。到目前为止呢，其实现在大家就开始在讲了，是不是真的那个抹黑抹红所谓的黑韩产业链又回来了呢？比如说啦，现在也看到邱志伟民进党的立委，他就直接讲了，说现在因为要捍卫民主自由啊，捍卫我们的主权啊，甚至有可能因为人家看到院长是韩国瑜，哇，不敢来了，他觉得这很令人担心。又或者是民进党立委林怡景说，会不会发布一些错误的资讯，让大家对于台湾的信任，民主阵营对于台湾的信任产生质疑？范云则直接讲了，说他当市长的时候会带官员去香港密会北京中联办，现在呢，他有兴趣的是中国外交。到目前为止，其实韩国瑜才刚刚上任，才刚刚上工，才刚刚找完他的秘书长以及他办公室的团队，都还没发生，但是已经网络上面出现了这么多的评论了，大家开始在说，会不会过往之前很多对于韩国瑜不友善的言论屏蔽了对他真正的评价？现在呢，提醒大家，60%的选民对立法院其实是有盼望的，是希望说民进党不要再完全的把持立院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要让黑韩还有黑科遮蔽了这一些的民意基础，还有这一些的对话。其实呢，到目前为止，包括了新科立委徐巧芯，他们都直接的在讲说，民进党是不是真的很害怕韩国瑜？因为呢，他说他在议场里头确实呢，也跟他们同僚提到了，说那个时候呢，因为韩国瑜出来选院长，确实有听到民进党开始开出天价来利诱国民党的立委，很怕韩国瑜会当选，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可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相对清醒的，比如说呱吉就直接讲了，到底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害怕韩国瑜啊？为什么韩国瑜当立法院长，绿营好像有集体焦虑的感觉啊？国家又不是民进党的，其实你好好做，民众还是会对你重新信赖，还是会看到你的表现啊。重点其实是在自己啊。不要把目光通通放到别人身上。而且比较有趣的是，我们也发现了民进党的立委陈亭妃，现在呢也开始讲出了让大家觉得很值得深度玩味的话。他说，绿营需要团结，以民意逼宫。逼宫是逼谁？逼的是竟然是讲蓝跟白，叫逼宫。他说呢，让他们没有办法暗度陈仓。但是我们就讲了，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逼宫，现在你还在认为是国民党执政吗？这些逻辑的错乱，反正不管怎么样，新的
国会已经开始，韩国瑜已经开始来进行第1场的协调会，新国会、新战场、新竞合，未来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国会生态？韩国瑜能不能够在国会的龙头这件事情，把它做到让大家觉得说，确实你能够看得到他在做事情，能够看得到他的政治底蕴，就请教亮哥了，您怎么样来看？因为刚刚呢，我们也看到画面了，他的朝野协商第1场在刚刚已经正式开始。我这个负面的声音炮声隆隆哦，那这个也没关系啦，这个先让他们秀下限嘛。那韩国瑜这个会期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对照出这些人胡说八道、智商秀下限可以到什么程度嘛？韩国瑜当院长，难道美国国会议员来访问台湾就会不见他吗？那范云，你要不要回答一下？范云啊，亏你还是台大的，还博士你认为美国的国会议员来访问台湾，会因为韩国瑜是国民党，所以就不去见他吗？就讲点常识好不好？像你这种水平，还连任立委，还讲这种话，邱志伟说，这个会混淆了台湾对外的形象。我跟你讲，搞不好这样是救了赖清德啊！我跟你讲，我今天就看到那个这个有一个网红啊，叫兔主席啊。他实际上是任仲夷的儿子啦，叫任毅啊。他实际上是很有名的人啊。他就写了，他受到访问，他就说他说幸好赖清德得票率只有40%，让中国大陆还要考虑到另外60%的意见。搞不好韩国瑜当院长是救了你民进党啊！我不知道赖清德要面对多大的压力啊，你知道吧？国际形势还不看清楚。整天在那边自嗨哦，我跟你讲啊，去想一想赖清德的困境才大嘞。陈水扁啊，2000年39.3%当选总统，那陈水扁就立刻知道他的困境，所以人家就职演说520，陈水扁那时候是318才选的，对，人家520就职演说就4不1没有，对不对？大家都记得520的内阁的组成，我算了一下。光是国民党籍的都有6个，然后无党籍的还有大概7个。陈水扁的民调在6月就冲到60%了，所以陈水扁是怎么稳住台湾的政局的？他得票只有39.3%那国民党那时候是国会第1大党，一党过半那为什么陈水扁民调在6月就可以冲到60%？我就看你赖清德能不能做到当年陈水扁的成就，你就只有40%的民调，然后你看你们那些狐群狗党1450蟑螂跳蚤老鼠，整天都在讲这种话，你的民调会有60%，做梦啊！我跟你讲，你的困境比陈水扁大多少啊？陈水扁是2000年那时候中国大陆是没有能力武统的，完全没有能力啊。那一年台湾的 GDP 是中国的多少？那一年的台湾的 GDP 是中国的35%啊。你现在呢？你现在的 GDP 是中国的4%啊，只有4%啊。中国大陆要对你做军事的动作，轻而易举啊。很多这个各种攻防可能都会出现啊。你还在那边讲风凉话，你的立委，你看你的立委是什么水平啊？你的1450是什么水平啊？还有你自己啊，你自己是什么水平啊？你知道台湾风险现在有多严重？我刚才看那个美国外交事务协会，这个最有代表性的 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他说今年2024的冲突点，他就列了红点台湾、朝鲜半岛、阿拉伯半岛、也门是同样都是红点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结果在这边讲风凉话，你们这种没水准的立委，还只爱搞黑韩产业链，都不去想你520，你的就职演说如果出问题，你整个民进党怎么办啊？你怎么不去想这种问题呢？这种国家、这种政党啊，对台湾的危险
完全没进入状况你去看美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你看那个新的那个印太司令那个帕帕罗怎么说话的？他就说台海就是一个很可能会发生事情的地方啊，结果你们还只会黑韩，丢脸，丢脸啊，真是丢脸啊！这种政党。是要请教一下赖老师了，您怎么样来看哈？原因是因为其实啦，当然在今天。有人是说韩国瑜上班的标题就这样下，但其实韩国瑜不是今天才开始上班啦。然后叫韩国瑜到立法院还不知道怎么走，还问怎么走，大家就开始在思考说这个黑韩的问题。除此之外，也其实呱吉特别点出了一点，是不是一种集体的焦虑？韩国瑜当立法院长，集体的焦虑感？当然是因为目前来讲，民进党已经尽失人心所以赖清德的选票才40%不代表台湾广大的民意，因为台湾60%以上的民众并不支持赖清德，票也没有给赖清德。他的集体焦虑感还反映在国会立法院。民进党现在是第2大党，不是第1大党。第1大党是国民党第2大党是民进党。不代表绝对民意的民进党，而且只现在是第2大党的民进党。他当然对于第1大党的国民党所选出来的这个立法院院长，他内心里面充满焦虑、害怕、恐惧，而且他很担心韩国瑜大开大合因为韩国瑜我们当然会一直强烈主张不要和稀泥，是千万不要和稀泥，不要去主张所谓的朝野和谐因为民进党2次的执政，他从来没有去考虑过朝野和谐。民进党2次的执政，第1次8年，第2次又是8年，所以总共是16年。16年的时候，他怎么去压迫这个在野党的？他怎么去欺负我们广大的民意？第1次的时候就是朝小野大了，他怎么去欺负主流的民意超过这个5、6成以上的民意？他怎么去欺负的？以少数欺负多数只因为他掌有权力。那现在他又是少数，又想要欺负多数只因为他掌有一堆媒体，绿营的媒体、报纸一堆，网络一堆，电视一堆，但是蓝营的媒体很少，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绿营的媒体当然会害怕，因为韩国瑜 NCC 要先处理那个一些媒体该让他回来的，他的权益要恢复的，要让他恢复那么当时被不正当的打压的，那些要去搬回来而且呢，要去好好的追究那一些所谓的那些审查委员、那些学者专家，要去好好的追究绝对不能够那个想要绕跑回去大学教书的，而且他是到公立大学所以要去追究他的所有的责任，这一点你当一个院长不能够放弃所以民进党当然害怕他嘛，害怕他大开大合，害怕他对于目前来讲，这些没水准的立委开始进行改革。为什么叫做没水准的立委？邱志伟说，很多外宾会看到韩国瑜会望之却步。好，那邱志伟，我也跟你叫板了如果有外宾访问我们的立法院院长，或是我们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到海外去访问，你立刻辞职，因为你说大家会望之却步。那大家都没有望之却步，大家还是跟代表主流民意的台湾的立法院的院长来往，那你就应该要辞职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林怡景我也跟你叫板了，很简单，民进党现在是第2党主流民意第1党是在野党在野党中的最主流民意，那当然就是国民党了。那就是这么简单嘛！你民进党是在立法院是在野党你是第2大党，你是第2党，所以完全按照民主选举出来的世界各国国际的民主阵营，当然会尊重台湾的民主结果嘛。因为我们的立法院在野党是最大党，国民党跟民众党加起来远远碾压你民进党，所以它是最符合主流民意，最符合国际民主。谁不跟台湾来往？当然要跟台湾来往难道他们要背弃民主，跟你这个在野的民进党来往吗？这简直是笑话嘛！所以，请你收回去你的主张，你的主张根本就是不够格。这也就是为什么韩国瑜一定要大开大合整顿我们的立法院。最后，这个范云，范云
萧美琴什么时候去大陆的？范云啊，赖清德什么时候去大陆上海访问，跟杨雄见面的？那时候他想要角逐这个代表民进党跟蔡英文搭配，想跟蔡英文搭配选正副总统，在2016年，所以他2014年他去了上海访问。因此，麻烦你先清算，你如果对韩国瑜的去香港有意见，你先清算一下你们的赖清德跟萧美琴吧。是，好，请教一下副司令怎么看？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认为这是绿色焦虑。绿色焦虑，我认为绿色的信心也不够，他们有产生很明显的产生了信心危机。因为从上一次的蔡英文817万票，到这一次的剩下565万票，跑到了260万票啊，260万票跑到哪里去了？就是只剩下40%了，你看那变成只有相对多数，原来是绝对多数，都过半数了嘛。那现在我认为他这个绿色的焦虑就变成开始他们就是在抹红啦，抹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认为立法院呢，它是第一个监督政府，第二立法嘛，一个是监督，一个是立法，就那么简单，很简单，就是2大任务。那现在它就变成，我认为是绿的可能输的不甘心，因为52比51。再加上52加2 54，结果院长、副院长都拿去了。但是我们问题就是，民主大家按照制度来走，都已经投票完毕，选出了立法院的院长跟立法院的副院长，这很清楚嘛，大家就应该完全一条心过来啊，为国家来奋斗。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我看到，因为我一直活在这个社会的底层基层啊，年轻人看不到未来，他不生小孩啊，除了他的钱、他的薪水非常微薄之外，只能养活自己之外，他看不到未来，是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未来。怎么解决？一个立法院帮他们去解决，都为这些升斗小民、这些年轻人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结果没有，他不服输，在那边抹红抹这个搞这些我认为这个凸显了绿色的焦虑。绿色应该好好的反省，是不是为这个社会的基层，还有一个我们讲的中下阶层。中下阶层的生活，仅仅每天我看到每天早上的时候，这些上班的这些市井小民啊，冲锋陷阵呢？为什么？为了赶时间，怕迟到，迟到被扣钱，变成这个样。那大家都为了这个样子，都有这些，他们要去为这些广大的人民群众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那内斗、内耗、不服输。他们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抹红，好像现在韩国才刚刚上来，大家应该鼓励他嘛。帮他们才对啊，不是一直在扯后腿，扯韩国瑜后腿，扯江启臣后腿，要扯他们，你这样子国家怎么进步？你今天选出来的大家一条心，你这51票通通进来，今天也选出来了，我们立法院113席的班长出来了，大家统统服从他，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的机制，民主的法则，而且是民主的制度公开选举出来的结果。我说大家就应该来服从，应该一条心。不是又在那边开始讲这些风凉话，彰显了这个信心的不够。我认为不要这个样子，选民都在看，选民是雪亮的，人民是有智慧的。我认为民进党在这一方面应该调整他的角色，调整他的态度，放低他的姿态，来让立法院展现一个新的气象。是现在的立法院的结构跟过往已经不一样了，其实某些层面也代表着选民呢已经释出了他们的讯息，希望立法院是可以好好做事的。那从今天的协调会开始，其实就希望能够看到他们开始好好做事。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聊聊国际话题。